今天天气不错，锻炼身体，走着去菜市场。从我家走到菜市场要走1个小时。一到家，看我老公也在忙活。你要准备跟这里边养鱼了？多合适！这30年前的面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这30年前和完面，没刷缸，你确定是30年前和完面没刷缸？对，因为我爸至少已经30年没吃和过面了。你说底下给它配一底座，带轱辘能推，是不是？这算旧物改造啊！你看，这合适吧？搁着养鱼，搁上水果绿平丸。好吧，让他继续忙活吧。我要做菠萝酥啦。先把菠萝的头和屁股切掉，再把外皮切掉，然后可以再换一把小刀，把这些菠萝毛眼削掉。菠萝都处理好以后，洗干净，然后给它切成小块。我这个菠萝芯儿太硬了，我就不要了。放到料理机里，给它打碎，也不需要打得特别碎，像果泥那样，打成小丁儿就可以了。没有料理机，用刀切碎也可以。放到筛网上，把菠萝汁儿滤出去，不需要去挤压它，把它滤得很干净，还是要保留一些风味的。滤出来的菠萝汁儿，我给它放在冰块模具里了。等冻好以后，可以加点薄荷和苏打水做成饮料。放到冰箱里去冷冻。称一下凤梨果肉的重量，重量乘以 0.25， 得出来的数就是你要放的糖量。我的果肉差不多是800克，乘以 0.25， 放200克糖，然后再放半个柠檬，放到火上去熬煮。刚开始先用大火熬，要不停地搅拌，防止糊锅。用大火熬的话，建议大家用一个深一点的锅，这样不会往外溅，避免被烫到。熬果酱也建议你们用一个长一点的木勺子，也不容易被热气熏手。熬到这样子，它水分收干一些，看这个果肉已经开始抱团了，就可以加入麦芽糖了。麦芽糖不是不好取出来吗？可以提前把麦芽糖的罐子泡在热水里，温度一上来，它就变成流动状态了。加入麦芽糖以后，就转中小火，继续不停地翻动熬煮它。麦芽糖是加凤梨果肉的 15%， 也就是800乘以 0.15 等于120克。因为我们买的菠萝有大有小，水分也不一样，记住这个比例就不用非要按照克数来做了。最后熬到这样，它不散，基本抱团就好了。然后再称一下这个熬好的凤梨馅的重量，再乘以 0.04， 就是要加入的黄油的量。当然你也可以不加黄油，加了不太粘手，也有一点奶油的风味儿，不加会有轻微粘手，就是纯菠萝酱的风味儿，看自己喜欢。我最后熬好是530克馅，加了20克黄油。加入黄油以后，这个馅基本上就不怎么粘手了，盖好放在一旁备用。如果当天不想做了，可以把这个馅放到冰箱里冷冻，可以保存3个月。然后再来做菠萝酥的皮，没有糖粉可以把冰糖或者白糖或者砂糖放到破壁机里打成糖粉。像我这边气候比较干燥，我就用纯糖粉，怕受潮的话也可以加 10% 的玉米淀粉。黄油提前放在室温下软化，加入糖粉搅打均匀。拌匀以后，分次加入蛋液和蛋黄。
每一次都要搅拌均匀以后再加入下一次。鸡蛋一定要用常温的鸡蛋，不要用刚从冰箱里取出来的，不然温差太大容易发生油水分离。打好以后的黄油应该是这种比较顺滑的状态，然后再筛入所有粉类。用刮刀拌匀，搅拌到看不到干粉就可以了。放在保鲜膜上，给它压扁。然后放到冰箱里冷藏30分钟。如果当天不做的话，就给它冷冻起来，第二天解冻以后再做，冷藏容易变干。听说切下来的菠萝头不要扔，给它种起来，2年后就可以长出菠萝了。我打算试一试。先捡几个饮料瓶子，这个菠萝头把它有肉和皮的地方扒下去，上面的叶子也扒下来几层。这样就可以了，然后给它泡在水里，不要全部都没过水，就底下一点点泡在水里，每天换一次水，等它长出根儿来就可以种在花盆里了。2年后我来给大家反馈有没有长出菠萝啊？想吃个自己种的菠萝，看来还真不容易呢。酥皮松弛好以后，就随便切下来一块，称一下重量，放在油纸上给它擀开。不要擀得太薄。本来吧，我是想做凤梨酥的，但是因为疫情买的那个模具还在路上，迟迟送不来，所以就改成这种不用模具的版本了。等模具到了，再做个冬瓜馅的凤梨酥吧。擀开以后，把凤梨馅搓成长条放在上边，馅和皮的重量建议用一样的重量，1比1。提着油纸把皮包在馅上就可以了。为什么说酥皮别擀得太薄呢？太薄，油纸揭开的时候，皮就跟着油纸掉下来了。用手按一按，让它服帖的紧一点，要不然容易有空气。卷好以后，再稍微搓2下就行了。然后你可以检查一下皮跟馅之间有没有气儿，如果有气儿的话，可以用牙签戳破，把气儿挤出来，放到冰箱里冷冻30分钟。冷冻以后它会变硬，可以先用手这样搓一搓，让表皮回软一点，但是不能让它回得太软，要不然不好切。然后再切块就行了，建议不要切得太窄，下刀要直，一个一个的摆在烤盘上。这个时候烤箱已经在提前预热了，在表面刷一点蛋黄液，沾几粒黑芝麻，然后放入烤箱中层，上下火170到180度，烤15到20分钟左右。我这菠萝酥烤上了，我老公这水循环也弄好了，还挺好玩的。底下还放了几个藕，我第一反应就是这藕能吃吗？他说你想吃买点好不好啊？你把它吃了我还怎么长荷花呀？好吧，就放过你这个藕了。看我的一口菠萝酥出炉啦，烤到表面微微发黄就可以了，凉了以后就可以吃啦。刚烤完皮是很酥的，可以放在密封盒里，第2天是软酥的口感，都好吃。这样做省模具钱，做起来也简单。酸酸甜甜就是我，如果家里有菠萝的话也试试吧。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